看到没？花盆里长的这种草啊，咱们一定要给它及时的给它清理掉啊！你不要感觉说，哎，这小草长得挺好看啊。那么这种草啊，它会在你花盆里边无限的盘扎啊，它自行进行繁殖，它会和根系增强养分。第二个就是这种草的根系啊，一般发育的都会比较强啊，它在你花盆里边有限的空间进行盘扎，后期长得比较猛了，它缠绕，把这个原有的植物根系进行绞杀。那么第三个最重要的一点啊，就是这个草啊。它是你花盆里边虫害有效的啊，最好的一个庇护所啊。这种草多了以后啊，你花盆里边的各种白粉丝呼呼的往上干啊。你打药，干打药不好使，干打药不好使啊。你一打药，它跑到这个草底下了，是吧？它隐藏起来了，你药沾不着虫，那么就打不透啊。就很多人说打药不好使，打药不好使啊。然后它在叶片背面进行产卵进行繁殖啊，过一段时间还有。那么第四个就是它长满花盆啊，它会降低盆土当中的一个透气性，包括表面的水分蒸发，包括土壤当中一些有效的呼吸的孔隙啊，它进行一个占据，是吧？所以说这个草啊，咱们发现了及时给它拔掉啊，不要让它在你花盆里边进行繁殖。两个方法干掉你家花盆里边的小黑飞。第一个方法就是常规性的用药，吡虫林呐、定虫米呀、阿维定虫米呀，这些药都能够打小黑飞。咱们对药的同时，可以往你的这个喷壶里兑一点洗洁精。这个洗洁精它不是杀虫的作用啊，洗洁精的目的是咱们打药的时候，小黑飞它会飞出来，洗洁精加了以后，增加水的一个粘性，给它翅膀给它粘住，不让它继续飞啊，这样能够有效的进行一个灭杀。如果是2升的打药壶，那么你就滋儿挤这么一下就够了啊。第二个方法就是阻断小黑飞的食物来源，还有它的一个活动场地。花盆里边之所以有小黑飞，是因为咱们土里边含有的这个有机质和这个腐殖质含量比较高啊。它作为一个这个小黑飞的一个主要食物来源，它会在里边生活产卵。如果说土壤长时间比较湿润的话，那小黑飞最喜欢这种环境，它会在里边进行生活。咱们可以在花盆的表面添加一些火山石啊、河沙之类的啊，阻断小黑飞进入土壤当中，就是阻断了小黑飞的一个食物啊，这样它就没有了。就像咱们沙土种植的植物啊，咱们从来不会有小黑飞。如果沙土里边出现小黑飞了，那你要判断啥？你判断你家植物是不是烂根了啊？有腐烂了，小黑飞才会出现。以前都教过你们。那么这种方法它能有效杜绝小黑飞，但是它会影响盆面水分的蒸发速度。哎，咱们新手养花的啊，你判断不了土壤干湿的，那么这种方法你使用的时候要慎重啊，你别为了防止小黑飞，你再给花给它闷死了。第三个对小黑飞的一个预防，那么就是增加土壤的干湿循环速度啊，盆面偏干一些，这个小黑飞基本上是没有啊。你去观察就会发现规律。有人说怎么增加盆土的干湿循环？哎，浅埋浅种啊，把盆面土往下拿。利弊给你讲清楚，选择适合你的方法。如何简单有效不花钱的避免你家植物生虫呢？只要咱们勤快一点啊，完全可以有效的进行一个预防，尤其是红蜘蛛和介壳虫。咱们预防虫害啊，就需要你勤劳一点哈，懒人不好使。咱们10天半个月的啊，休息的时候把你家植物拿到你家的卫生间，是吧？你家有洗澡的淋浴头啊，咱们可以把叶片和土壤进行一个冲洗。有个技巧啊，咱们冲洗的时候啊，水压咱们可以稍微大一些，是吧？咱们冲洗的重点在植物的枝条部位和叶片的背面。那么如果说你家开花植物像栀子花啊，你像那个月季啊，咱们冲洗的时候啊，尽量避免看什么顶端的一个花苞，咱们清洗背面就可以了啊。那么这样这个虫子啊产一些卵啊，繁殖一些东西都通过什么水火无情啊，都通过水流给它冲走了。那么冲叶片的同时啊，咱们可以用这个淋浴头，是吧？将土壤进行一个淋洗啊，模拟室外下雨的一个情况，主要目的啊就是咱们排除咱们平时施加一些化肥，是吧？土壤当中残余的一些盐，那么通过水流冲走啊，或者说溶于水以后水流带走，这样的植物哎会更健康一些啊。那么室内养花不爱喷药的，可以尝试一下这个方法，别忘了点赞关注啊。